因为情报战线上的一无所获，恼羞成怒的西方势力用舆论攻击的方式，希望中国能够自己公开到底有多少核弹头。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的话题我们说一说西方反复炒作中国核弹头的数量，大概呢是情报手段已经失灵。环球时报报道中国外交部军控司的负责人1月4号表示，国外基于卫星图片对中国核能力的猜测和估算不是一件严肃的事。然而第二天，法新社等多家西方媒体就开始攻击中国，说全球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担忧与日俱增。国外媒体和政客反复找茬，是因为对中国的核力量心里面没谱。长期以来国外情报机构和研究机构都是用推测的方式来判断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实力。推测的依据呢，包括中国核工业部门、航天工业部门的规模，有关解放军导弹部队的新闻报道，有关的学术著作等等。不能说这些推测完全是胡扯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推测就是推测，推测的内容必然是不完整的，推测的结论有可能完全是错的。不管外国人把中国的核弹头的数量说成是300枚还是3000枚，都没有依据，都不可信。如今呢，卫星头像判读法非常流行。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商业高分辨率的遥感卫星头像就开始普及，开始走向民用。分辨率从1米逐步的提高到50厘米、30厘米，现在能够达到10厘米。分辨率优于1米的头像呢，基本上就具备了军事应用的价值。有不少国外的军事咨询机构经常研究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报道当中解放军导弹部队的视频，通过视频中出现的建筑或背景，然后在卫星影像中寻找对应的地标来判断这支部队的驻地。其中关于中国在西北建设大规模的导弹发射阵地，就是通过卫星头像判读发现的。但是正如中国外交官所说的仅仅凭借卫星影像来判断中国核力量的实力，恐怕也太儿戏了。卫星呢有很大的优点，但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卫星只能过顶拍摄外观，对内部结构很难掌握。即使是多通道多光谱的侦察卫星，也只能揭示发生在地球表面的活动，对在建筑物内部或地下空间发生的事情呢，那还是掌握不住的。所以卫星头像只能作为情报手段的一种，必须和电子、人力等多种来源的情报进行融合，互相印证，才可能得到比较靠谱的结论。现在西方最缺少的就是人力情报，因为中国的反间谍活动的卓有成效，大量的肃清了境内的外国间谍网和潜伏特务。新冠疫情严重的影响了国际人员的往来，也给外国情报机构的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美国中央情报局虽然成立了所谓的中国任务中心，但是很显然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美国情报当局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数据，但是从各种迹象都可以证明，在核力量这个问题上美国和整个西方在中国大陆的间谍已经没有办法提供有效的情报了。所以美国国防情报局在2021年公开喊话，怂恿中国公民拍摄自己遇到的解放军的导弹部队，然后把图片上传到社交媒体。但是根据我们对推特和脸谱这2个大型社交媒体的跟踪，并没有发现有中国人提供什么导弹部队的动向。所以西方的所谓开源情报也只能是自弹自唱的。正是因为情报战线上的一无所获，恼羞成怒的西方势力就换了一种方式用舆论攻击的方式来指责中国核力量建设缺乏透明度，希望中国能够自己公开到底有多少核弹头。西方国家的做法让人想起电影《让子弹飞》，这个里面逼着小六用剖腹的方式证明自己到底吃了几碗粉。给敌人准备多少枚核弹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是朋友你就自然不会担心，是敌人你问一百问。中国有多少核武器并不影响国际核裁军与核不扩散的进程，因为美国与俄罗斯才是这个世界上核武器最多的国家，其他的3个核大国的核武器数量与他们相比，那只是一个零头而已。而且美国是一个连传染病的数据都不可信的国家，
特朗普政府推出了开放天空核查的制度，所以美国政府自称的核武器的数量未必就是可信的。美国政府如果真有这份核裁军的诚意，不妨先剖开自己的肚子，让大家看看里面到底有几颗核弹头。好，这期话题说到这里。